人类生来就得待在陆地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害怕海洋，因为那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我们不熟悉那里，那么走错一步就有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命。因为有很多东西潜伏在水下，其中大多数可以轻易结束我们的生命，毕竟水是他们的领地，我们只是外来者。直到今天，我们仍有很多东西有待发现。海洋充满了神秘，这足以让任何人害怕探索最深处，但也有少数人鼓起勇气去探索深海，挖掘真相。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水下发现，从恐怖的巨型乌贼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完整沉船，甚至是深海中最可怕的未知生物。以下是最近在水下发现的10种最可怕的东西，请不要被它们吓到。看完后你还知道哪些可怕发现呢？我们一起讨论。第10个，恶魔大白鲨。如果你对恐惧大白鲨的话，那么这座水下雕像一定会吓到你的。看看这巨大的形状和逼真的牙齿，这条鲨鱼肯定不会放过任何的潜水者。幸运的是，这条鲨鱼不是真的，不管它的嘴有多大，肯定是无法吞下你。这座雕像可以在瑞士的纽卡特尔湖找到。想象一下，如果一些潜水员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他们可能穿着潜水服也很发出疯狂的尖叫。人们对这个可怕的鲨鱼雕像知之甚少。我猜设计鲨鱼的人是为了让它的外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令人不安吧，不然还有什么用呢？这条鲨鱼应该被安装在水下很多年了，因为从它显示出磨损的迹象就足以看出来，但我认为锈迹和油漆碎片让它看起来更邪恶。第9个，巨型乌贼。我们早就读过关于巨大乌贼和巨大海洋生物的故事，它们在海洋中央诱捕并吃掉猎物。长久以来，我们都相信这种生物只是虚构的，但你知道吗？最近研究人员终于捕获了一只巨型乌贼的记录，观察到的最大的巨型乌贼有10米长，它们至少重1000磅。那么它们这么大，为什么还难以捕捉呢？这主要是因为，就像幽灵水母一样，巨型乌贼也生活在海洋中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些生物的侧面非常罕见，这是我们仅有的照片。2004年，日本的一组研究人员捕获了一只活的巨型乌贼。巨型乌贼的眼睛非常巨大，它们的直径可达0.2米，是动物王国中最大眼睛的一半。它们巨大的眼睛对在无光的深海中航行非常有帮助。在那里，除了它们的体型，其他动物什么也看不见。巨型乌贼和它们的小亲戚很像，它们有辅助臂和2条较长的捕食触须，它们主要吃鱼，但这一种乌贼也有证据表明它们也不是小鲸鱼。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巨型乌贼吃人或攻击人类的官方报道。第8个，巨型幽灵水母。厄运和不祥的化身，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这巨型幽灵水母，它可能会让你想起死神或巫师电影中的摄魂怪。相信我，任何看到幽灵水母的人都会对它的外表感到不安。乍一看，它就像一块漂浮的织物，在海洋中优雅的移动。它的深色很适合它的名字。我们只遇到过这种动物100多次，它就像鬼魂一样，非常难以捉摸，研究它们也相当困难。这些奇怪的生物生活在惊人的1000多米的深处，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很难被发现的原因之一。这个深度的水压在每平方高达5800磅，没有人能在这种压力下生存。但这些生物有柔软的凝胶状身体，帮助它们生存。它们看起来真的很吓人，但它们的体型让它们更具威慑力。这种幽灵水母的太阳帽形状的铃铛可以高达1米宽，柔软的手臂可以长到惊人的10米长。它们的体型使它们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水母之一。而且你想到了吗？你看到的手臂也是嘴。除了它可怕的饮食习惯，人们对这种难以捉摸的水母知之甚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来研究它们。第7个，巨大的黑烟囱。下面没有真实的烟囱，但有大量的热液喷口。巨大的黑烟囱就是在水下黑烟中的热液喷口，它们是由硫化铁的积累形成的。它们从地壳下面喷出过热的热液水，这意味着这些水下烟囱周围的环境是致命的。然而，即使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生命似乎也在蓬勃发展。例如这里的深海生物，把这片危险的过热海水当作深海桑拿。蠕虫和其他生物成功的在黑烟周围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不仅在水中生存，还在海洋的压碎压力下生存了下来。第6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完整沉船。2018年，考古学家宣布，他们可能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完整沉船。他们在黑海海底发现了这艘孤独的沉船，它似乎已经在那里安静地待了2400多年。这艘船大约22.8米长，根据它的结构，它似乎是一艘古希腊船只。是什么让这个发现如此特别呢？因为数千年前的沉船至今依然完好无损。我们都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的水和生物会影响材料，慢慢腐蚀容器。多年后，
它就会慢慢消失。可这艘船却完好无损。在此之前，这艘船只在希腊陶器中出现过。现在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地检查这艘船，了解更多关于古代造船的知识。为了保护这艘船，科学家们声称会把它留在最初发现它的地方。第5个，最奇怪的海蛇尾。看看这个视频，它是我们近年来发现的最奇怪的生物之一。这种长得像外星人的生物，有着扁平的身体和几只又长又僵硬的手臂，还有怪异的外表。海蛇尾是一种和海星一样的动物，已知的海星有1600多种，它们的种群分布在世界各地，一些生活在浅水中，而另一些生活在3000多米深的地方。与它们的同类不同，海蛇尾有奇怪的怪癖。这些生物的每只手臂都是独立运作的，它们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对环境中的刺激做出反应，可以把它想象成5只独立的蠕虫，它们各自独立思考，只是通过中央椎间盘的神经连接在一起。如果它们遇到危险，它们可以失去任何一只手臂，然后重新长出来。还有一种特殊的蛇尾，叫做猩红蛇尾，没有明显的线条，但它仍然可以通过把骨骼变成眼睛来看到东西。因为这些生物的手臂上有晶体或透镜，中间有感光细胞，这使它们能够看到东西。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们能做什么，但科学家们仍然对这种奇怪且壮观的生物感到敬畏。第4个，佩米尼鹿。佩米尼鹿也被称为佩米尼墙，是由石灰石块组成8.04千米长的奇怪特征。自发现以来，佩米尼鹿一直笼罩在神秘之中。我们继续想知道这条水下地貌到底是什么。1968年，一名潜水员在北贝美尼岛的西北海岸发现了它。虽然有些人认为佩米尼鹿只是一种天然的岩层，但许多人认为这些石灰岩块构成了亚特兰大失踪的道路。亚特兰蒂斯最早出现在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寓言中，它被描述成科技高度发达的王国，甚至比我们目前还发达许多。亚特兰蒂斯很可能是一个神话中的岛国，但许多人仍然相信亚特兰蒂斯真的存在过。几千年来，许多寻宝者和潜水员试图发现这座失落的城市，希望能找到黄金和宝藏。有许多人声称他们找到了失落之城的一部分，但都缺乏确凿的证据。佩米尼鹿就是这些发现之一。在发现佩米尼鹿之后，又发现了2条类似的道路，使探险者们更加兴奋。不幸的是，事实证明有点令人失望。对佩米尼鹿的碳年代测定表明，它们是在地质力量的作用下自然形成的，很容易推翻关于佩米尼鹿是失落城市或古代文明的一些猜想。第3个，最可怕的深海怪物。这是一位前海军军官曝光的图片，他在北极潜水时看到了什么？这是一张被称为宁安生物的照片，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人类。我想这种生物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有道理的，因为它长得像人，至少大部分是像人的样子。据说这个生物生活在北极冰冷的水域中。这张图片被退役的军官曝光后，人们对他们的描述也有所不同。有人说宁安是未知的史前巨兽，也有人说这是外星人的实验品。据称他们还有后肢，这使他们能够在陆地上行走。而一些人反驳这一说法，称宁安有美人鱼的尾巴或鳍。还有传言说，一艘日本科考船是第一个发现这种可怕生物的。没过多久，其他人也发现了它。你认为这个生物真的存在吗？还是说这个被隐藏起来的生物只是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一个想象的生物？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你的想法。第2个，可怕的深海盲筒鱼。似乎我们在深海发现的生物越多，最可怕的海洋生物名单就越长。这是盲筒鱼，它是科学家最近发现的海洋怪物之一。这条鱼没有鳞，没有智慧，有凝胶状的质地，奇怪而黏糊糊，一直是一个糟糕的组合。在世界上的热带和亚热带水域，大约700米深的地方可以找到盲筒鱼。为什么说这个很可怕呢？因为这个看起来像活死人，它的眼睛可能一开始看起来不存在，但如果你仔细看，你会注意到它确实有眼睛，但它是无色的，是它和它们的皮肤一样的颜色。它们黏糊糊的身体也是胶状的，这使它们能够在栖息地的糟糕环境下生存下来。我们知道大多数深海生物看起来像真实的怪物，因为它们需要适应恶劣的环境。关于这些家伙的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即使它们成熟了，它们仍然有幼儿的特征。它们的骨骼、肌肉和鳃看起来还没发育完全，但它们的繁殖习惯却不是这样。雄性产生大量精子，这被称为精子隐育。创造完之后，它把它们交给雌性，然后卵囊把精子带在身边使卵子受精。不管怎样，我相信在海洋中有很多生物比这条鳗鱼更奇怪和可怕，但它们理应进入前20名。第1个，红色棺材鱼。红棺材鱼可能是海洋中最悲伤的生物，看看它那张低垂的嘴，
这些长相奇特的生物在海底繁衍生息，在那里，它们一皱眉再皱眉，它们看起来要么要哭，要么就会自发的勃然大怒。它们不用游泳，而是用鳍在海底移动，这是一种移动非常缓慢的生物。它们吃任何到它们嘴的东西。也有说法称，红冠彩鱼可以屏住呼吸，但一位科学家称，可能红冠彩鱼屏住呼吸，只是因为它被灯光和摄像机拍摄惹恼了。看来这种鱼也是有它的脾气的。这些水下发现中哪一个最让你感兴趣？你还知道其他可怕的水下发现吗？一定要在下面的评论中分享，同时看看屏幕上出现的其他很酷的东西。我们下个视频再见。